如果你經常需要閱讀外文網站，那麼沉浸式翻譯可能是一個你很常用的瀏覽器擴充。但是因為目前沉浸式翻譯需要費用，而且它的訂閱必須透過第三方網站，因此在使用 AI 翻譯上有一些限制。但是因為目前在 GitHub 上面開源了許多相同類型的擴充，今天主要就是為大家介紹這4種擴充。首先我們會先介紹新幹線，它對於繁體中文有比較好的相容性，接着再為大家介紹陪讀蛙，再介紹簡約翻譯，最後再為各位介紹流暢閱讀。希望這4種 Chrome 瀏覽器擴充可以為大家在翻譯上帶來更多的便利。那以下我們就先來一一的為各位介紹每一種翻譯它的基本的設定以及使用方法。在說明欄裡面我已經提供了每一種擴充它的安裝的網址，各位可以從網址裡面找到需要安裝的位置，然後直接點擊安裝。像在這邊已經看到新幹線的網頁，直接點擊 Chrome Web Store 由商店裡面直接安裝，接着點擊加到 Chrome， 再點擊新增擴充功能，這樣子就可以將這一個擴充安裝到瀏覽器裡面了。安裝好以後，先點擊擴充的這個按鈕，然後將擴充固定到工具列裡面。它已經出現在工具列裡面它是呈现一個新這樣子的一個圖示。我們點擊它一下，這一邊就可以直接來做設定，點擊左下角的設定，進入設定的網頁，可以看到它預設是直接使用 Gemini， 因此在這邊就可以貼上 Gemini 的 API。它這邊也有一個 Gemini API Key 的申請的教學，各位如果不清楚 Gemini 的 LLM 要怎麼來申請 API Key 的話，可以根據它這個網頁的內容來做一步一步的安裝。那因為我們是要直接使用自定的模型主要是使用 OpenCode Go 來安裝當做我們的大語言模型，那因此在這個地方就不使用這個 Gemini API， 因此我這個地方我就不輸入了。那我們可以直接點擊這個自定模型，在自定模型這邊把這個模型需要的內容給一一填上。那首先在 Base URL 裡面直接輸入 OpenCode Go 的網址，輸入好以后，首先把 API 給貼上來， API 金鑰裡面去取得你的金鑰。接着我們測試一下，它這邊出現了不支援模型把這個模型給換掉。這個模型的 ID 各位可以從 OpenCode 裡面自行去取得。我這邊使用的是 DeepSeek V4 Fresh。輸入好以後，我們直接再點擊一次測試。現在已經連線成功了，表示我們已經將 OpenCode Go 給設定好了。那接着我們還是需要回到一般設定這裡，將預設使用的模型換成自定的模型，因為它預設會使用 Gemini AI 來翻譯所以我們把它換成我自定模型。換好以後就完成了。接着我使用一個網頁來做示範安裝過以後，在右下角這邊你可以看到它就會出現一個新的這個符號。那我們點擊一下，它其實就會馬上做整頁的翻譯了。看到它是直接就把原文換成了中文了。我們可以再做一下設定，點擊一下圖示以後，這邊可以把它變成是用对照雙語的方法做呈現，然後要翻譯成繁體中文，點擊顯示原文，將這個原文顯示出來，再變更一下要出現的樣式。在設定網頁裡面有翻譯後的樣式的設定，可以在這邊变更樣式。那我們再來重新執行一次，也可以直接點擊右上角的图示，然後再點擊翻譯本頁。這樣子可以看到是雙語的網頁的呈現方法了。簡單的說明一下新幹線它的特色，它只可以做全頁的翻譯，因此你標示一段文字它是沒有辦法做片段文字的標示的。然後它預設是使用 Gemini， 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定把它換成 OpenAI 相容的模型。那網頁我们可以指定是只要翻譯後的內容或者是雙語對照的內容。它另外也有一個節省的模式，只要勾選好以後它就會只翻譯文章的開頭，有需要翻譯的話再點擊右下角的翻譯剩餘段落，把後面的內容給翻譯出來。另外有翻譯文件的功能，只要點擊了翻譯文件就可以上傳需要翻譯的文件。例如我們點擊一下，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翻譯文件，就會開啟翻譯文件的網頁，就可以把你的 PDF 或是 EPUB 這一類的內容給拖進來，它就會立即做翻譯了。這個就是新幹線它的主要的功能。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陪讀蛙 Refrag。進入 GitHub 網站以後，往下尋找到安裝的位置，在這個地方就有 Chrome Web Store 可以點擊。接着在安裝網頁裡面點擊加到 Chrome， 再點擊新增擴充功能。它已經安裝好了，而且它會顯示出一個安裝的步驟，那我们就是根據它的網頁指示一個一個來完成就可以了。同時把它定選在工作列上。陪讀蛙有字典功能，它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直接就先來試一下字典功能。例如我們來標示一個文字哦，它的這個右下角這裡呢就是字典。它使用內建 AI 的方法，將這個字典所有的欄位都給填好了以後，就可以點擊儲存到筆記庫。第一次在存入到筆記庫的時候，你會需要去建立賬號，這樣子才有辦法儲存到它的網站上。這樣我已經儲存到網站上面了，那我們後面就直接跳過，後面就不執行了。那這樣子其實陪讀蛙的功能就已經完成了。我們先來做一下它的設定。陪讀蛙的圖示會顯示在右邊，在這右邊你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把它拖拉到你希望它出現的位置以後放開，點擊上面的圖示來做設定。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選項，就點擊選項，進入選項的功能。首先就是 API 的 Provider， 在這個地方需要自己來輸入提供者，因此我們點擊了一下提供者，可以看到上面出現的是一般常見的大語言模型的提供者，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看不到 Open Code， 那因此我們必須點擊這個自定 Chat Complete。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直接存入 API Key， 接着再變更它的 Base URL。在指定模型，我们可以先點擊取得可用模型，然後選擇到我們需要使用的模型，然後接着再點擊測試連線，可以看到它已經是成功了。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大語言模型提供者的設定了。接着我們就往下捲動，要把它的提供的功能來設定好，你到底要使用哪一種的翻譯引擎。它預設基本上都是使用 Google Translate 來做翻譯的，可以把它換成我們的大語言模型。假設我就先換這幾個影片 YouTube 的部分，還是保留使用 Google Translate。這樣設定好以後，就再到某一個網站直接點擊重整。重整好以後，我們可以標示一段文字，然後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會出現一個小的功能表，點擊最左邊的翻譯的圖示，它就會立即做翻譯了。它會彈出一個視窗，然後會將翻譯後的內容給顯示在這個地方。那我們也可以點擊播放來聽看看這個內容。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月球軌道的降焦點發生了一次日全食。這個就是陪讀蛙選取文字的翻譯功能。如果我們要做整頁的翻譯，換的另外一個網頁也是一樣，先做重整，然後點擊陪讀蛙的圖示，它就會立即做全網頁的翻譯了。因為看到它這邊這個翻譯後的內容，它這個樣式其實是可以設定的。進入陪讀蛙，然後再點擊選項，再到網頁翻譯裡面做樣式的設定，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預設樣式，就來變更一下它的樣式，把它改成用引用。這個你也可以自行來做設定你需要的樣式。那目前我們就把它變成是這個引用的樣式，然後再回到這個網頁，再重新整理一次，然後我們再來做一次全文翻譯，新的樣式就呈現了。這個就是陪讀蛙的設定跟基本操作的方法。第三個要介紹的翻譯擴充是 KISS Translator，KISS Translator， 中文是簡約翻譯。到 GitHub 的網站上以後呢，直接找到安裝的地方。好，在這個瀏覽器這個地方，可以在 Chrome 的右邊安裝地址點擊一下，它會直接進入到應用商店，然後我們再添加到 Chrome， 再新增擴充功能。接着就可以看到簡約翻譯已經加進來，就直接點擊擴充的功能，將它放到工具列上。這個就是 KT， 點擊一下，接着進入設定。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一下基本的設定是不是你需要的內容，比如說我的界面要繁體中文，然後有哪一些不翻譯的語言可以來做設定，還有你哪一些網站不需要做翻譯也可以直接輸入進來。接着就來設定這個 API 設定，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built-in 的 AI， 這個 built-in 的 AI 是 Chrome 138版以後它就提供了。這個 built-in AI 就是跟着瀏覽器下載下來到你本地端的大語言模型。可以往下看，它這個提供者其實已經把 Open Code Go 列進來，因此只要把 API Key 跟你要使用的模型給指定好，就可以直接使用，直接輸入 Open Code 的 Key。因為它這邊已經是直接使用 DeepSeek 了，模型就不需要再指定了，直接先點擊儲存，再點擊測試，
測試已經成功，這樣就表示我們已經設定成功。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 model 要更換的話，就是直接把名稱给換掉就可以。那這樣子我們就把 OpenCode 的設定給設定好。再來看一下這個樣式的設定它這邊有非常多的樣式可以設定。那假設我們就是要使用這個引用，那可以看到它目前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呈現的。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進入一個網頁以後，先點擊重整。那假設我們就是要做一小段的文字的翻譯，標示好以後，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KT， 點擊一下，它就會立即做翻譯。可以看到它這邊使用的引擎是使用 Microsoft， 而且目標語言呢是簡體中文。那這種情況要怎麼處理？直接點擊工具列上面的圖示，然後在這邊呢做好設定，再點擊儲存本站規則，以後這個網站就會用設定好的內容來做處理。那所以首先我們目標語言把它換成是繁體，翻譯引擎換成剛剛設定好的 OpenCode Go。樣式把它改成用引用，都好了以後就直接儲存本站規則。儲存完成了，我們再做一次重整。儲存完成以後就直接點擊翻譯，這個時候它就會用我們這邊的設定來做翻譯了。當然各位要記得要儲存本站規則。這個就是 KT 它使用的方法。如果我們要翻譯片段文字的話，我们來翻譯日文網頁看看。先做一次重整，然後標示一段文字，再點擊這個 KT， 它就會馬上做翻譯了。這個地方我們再更換新的翻譯引擎，它會用2個方法來呈現。那在這個地方把它改成繁體中文，一個是使用預設的 Microsoft， 另外一個就是使用 OpenCode Go。我們可以比對一下內容，到底哪一個是你需要的，就可以直接做複製。這個就是 KISS Translator 它的基本功能。我們再來介紹第4個擴充，它叫做 Fluent Read， 它的中文叫做流暢閱讀。在 GitHub 的網站上面找到它的安裝位置，然後點擊安裝，在這個地方我們點擊應用商店，再點擊添加，再點擊新增。已經安裝完畢了，我們點擊擴充這個圖示，然後將它固定在工具列上，點擊這個圖示一下，將需要的內容給設定好。那很可惜的，它就是目前所有的界面都是簡體中文。我們這一個要用雙語對照，再來選擇要呈現的樣式。假設我們使用這個典雅引用，翻譯的服務使用自己的引擎，因此我們往下移動，找到這個自定義接口。目標語言只有中文沒有辦法指定繁體中文。等一下改一下它的系統的 prompt， 把它換成可以直接使用繁體中文。接着再把 API key 填進來，變更一下 API 的網址，點擊一下模型，再點擊自定義模型，然後接着就直接輸入需要的 DeepSeek。接着再點擊高級選項，在這個地方輸入系統的 prompt， 在這邊要求它要轉換成繁體中文。這樣子我們就已經整個設定完畢了，就再來試一下，到這個英文網站按一下重整，然後我們來標示一段文字試看看。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它就已經做了翻譯了，可惜這邊它還是用簡體中文來呈現，所以剛剛系統的 prompt 它並沒有遵循。我們點擊一下圖示來看一下全文翻譯要怎麼操作。這邊有個功能鍵就是 Alt+T， 可以直接來做全文的翻譯。那因此我們來試看看，我直接按下 Alt+T， 它就立即做翻譯了。右下角可以看到它翻譯的進度。那等它整個進度達到 100%， 就表示說全部的內容都已經翻譯完畢了。可惜的就是簡體中文沒有辦法轉換成繁體中文。這個就是流暢閱讀它的基本設定跟使用的方法。最後再來介紹沉浸式翻譯擴充，如果要制定 AI 模型的話，應該怎麼來操作。如果你其實非常習慣了沉浸式翻譯的話，就依照我下面的說明，可以把自己的大語言模型給加到沉浸式翻譯擴充裡面。那首先我們就是先來安裝沉浸式翻譯，到應用商店裡面呢，直接點擊加到 Chrome， 再點擊新增擴充功能。接着我們再點擊擴充的圖示，然後將沉浸式翻譯把它釘選在工具列上，然後直接點擊它。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再來點擊這個設定，在這個設定裡面再來設定 AI 大語言模型。我們要先從設定找到翻譯服務，再來新增自定的翻譯。翻譯服務在這個地方就是它系統提供的這些大語言模型 Pro 會員、Max 會員。那我們是要點擊最後面的這個自定。
在自訂裡面有 OpenAI 跟 Claude 預設的翻譯服務了，那我們實際上要點擊右上角的這個新增自訂翻譯服務，然後在這個地方輸入它要求的這個文字，再點擊確定，然後再來選擇服務哦。那在這個地方呢，我們沒有辦法找到 OpenCode， 那因此點擊這個自訂 AI， 在自訂 AI 裡面呢，先把 API key 給填進來，然後再變更 API 的網址。那這個名稱我們可以自己定義哦，這我叫做 OpenCode Go。這個模型我們要換成用 DeepSeek， 直接輸入 DeepSeek， 點擊儲存，然後我們再點擊右上角的這個測試，連線失敗，再來看一下哪裡錯了。我們的網址少了點 AI， 再來測試一次。這個模型不對了哈，我們直接輸入好，勾選下面這個輸入自定義模型哦，直接把它換掉。再來測試一次，我們已經換了啊，它竟然還抓錯模型。現在已經測試成功了，表示我們已經可以使用這一個 AI 模型。那接着我们就找一個網頁哦，先重整，再來標示一段文字，再點擊它。這個地方就是已經使用我們指定好的 OpenCode Go 來做翻譯了。那這樣子就可以直接設定沉浸式翻譯的自定 AI 模型了。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4個跟網頁翻譯相關的瀏覽器擴充，希望對於大家在閱讀外文網頁的時候能夠有幫助。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的瀏覽器使用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或者成為我的會員來支持我錄製更好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